喂，我看到一只股票，我用全部的 Stock Dragon 教的指标来分析了，很好了。我看你是兄弟才跟你讲，走走走，我们一起投资。不要啦，我又没有钱，而且投资股票根本就是你们这有钱人在赌博罢了，我才不要啊！等下败到倾家荡产，如果我有多余的钱，还可以陪你玩玩啦。以上的这段对话，你有没有听过呢？还是你就是当事人呢？投资股票真的是这么危险？真的是一种赌博来的咩？今天就让 Stock Dragon 来为你破解股票的迷思。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Stock Dragon。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呢，我先给各位道个歉，因为在上一期影片的结尾的时候呢，我讲过这次影片将会是讲解如何购买股票的。不过后来我又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期的影片必须先做这个主题，因为我担心假如不先讲这个的话，我怕有些人会抱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去投资了人生中的第一只股票。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他是这样讲：穷人玩麻将、玩扑克牌，赢小小，输小小，叫做赌博，是犯法的。可是有钱人买卖股票，大赚大亏，就叫投资，是合法的。这个法律根本就是在偏袒有钱人的啊。当然，我在这里是不想对法律表达任何的看法，只是我想说的是，投资股票就等于赌博，这个想法是完全错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3个角度去看这一个点。第一，投资股票呢，不只是金钱上的交易，因为它同时还会让你拥有一间公司的所有权。就像我在第一支影片里面讲过的，股票呢，就是一间公司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所以只要你拥有了股票，你就等于拥有了这间公司的一个部分。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其他利益。比如说一个最明显的东西就是股息 dividend， 因为只要公司赚钱，你就跟着赚钱，就好像你是老板这样，你懂吗？这间公司的员工会全部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给你赚钱罢了。然后比当一个老板还要更爽的是，你不用去管这些员工，不用被他们气到半死。你看赌博的咩？赌博就只是一种金钱的游戏而已，玩来玩去就是那个钱从转来这边又转去那边。当然这也是一个赌博和投资另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赌博是没有在创造财富的，那个钱呢只是从一个输家的手上流到一个赢家的手上去而已。可是投资不一样，我们一起投资一间公司，不用比到你死我活，我们可以一起赢，经济好的时候公司赚，我们赚，大家一起赚。接下来第二点，也就是最常被人误会的一点，其实在我开始接触这个领域之前呢，我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投资股票是需要很多钱的。要了解这一点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假如我们在马来西亚买马来西亚股票的话呢，最少一次里面最少都要交易100个 units， 而一个 unit 呢，我们拿之前的那个影片的例子 Maybank 一张股票大概是8块多，所以如果一次过买最少100个 units 就是800多块，加上这个 brokerage fee 最多就给到900块，所以你看不到1000块我们就可以买到股票了。而且呢，我拿这个例子还是股价已经相当高了的 Maybank， 如果你是拿其他股票，可能不到300块你就可以买到了。不过呢，这边还是一个建议，假如那个股价不是这样高的股票，我建议你买的时候一次过买多一点，不然你会很难赚钱。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个 brokerage fee。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们可以点开我的第2支影片，你们可以点上方的资讯卡，或者是在下方的 description 里面。
那边会有很详细的讲解。接下来的下一个迷思呢，就是和刚才那个有一点差不多的，就是有人都会讲我们要用多余的钱来投资。当然我不能讲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可是这个说法听起来呢，你的心态上就不对了。因为你这样讲呢，就等于那个钱是多余的嘛，你就是准备要把这笔钱拿去输了。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理的话我劝你不要投资啊。因为你这种心理就好像我们去云顶玩的时候，进那个赌场走2圈这样吧，就随便玩一下，反正我就拿一笔多余的钱出来玩2圈，输就输了，不要紧，多余的钱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准备要去输，不要投资，我们投资是要赚钱的。如果你准备要亏掉这笔钱，不用投资，不用这样麻烦，直接把这个钱给我啊，更加好，对不对？所以就像我之前讲过的，投资股票不是赌博来的。因为投资股票呢，会有很多的数据，很多的指标，很多的图表来帮我们判断一只股票的好坏，而不是像赌博这样，大部分的输赢呢都是在靠运气。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用多余的钱来投资的心态，证明你只是用一种在赌博的心态而已。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输钱，要输掉这笔多余的钱，我能保证你是不会去好好研究一只股票的。当然我必须声明，我不是在叫大家把生活开销拿去投资。如果你身上的钱刚好只够应付你的生活，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要想办法增加你的主动收入，比如说跟你的老板要求加薪，或者是打多一份工这样子，而不是投资股票这种被动收入。因为投资股票呢，不应该用多余的钱，可是更不应该为了投资这个股票而让自己3餐不温饱，而是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有计划性的拿出一笔钱来开发自己的被动收入，用这个钱来为自己赚钱，这个才是投资股票最终的目的。有一种人呢，他讲他不想投资股票，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注意这个股市的起落。如果你在看过影片之后遇到有这种人讲这种话，你要跟他讲，就是因为这样才要去投资股票，才适合投资股票，然后再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因为投资股票呢，是不用坐在电脑前面一直看的，一直看什么鬼咯，看了又不会起，不看又不是会跌。虽然我讲的好像很厉害这样可是当时我买第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时不时就去看一下，时不时就看一下，看到起那么 0.001 就很高兴，看到跌 0.001 在那边心痛到半死。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一点好笑了，因为其实这个投资股票是所谓放长线钓大鱼，是一种长期的投资来的。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坐在电脑前面一直看的。可是如果你真的忍不住那就一天看一个2次这样啦。就是假如你在做工，你可能午餐时间你开你的电话来看一下，然后下班了再看多一下这样吧。因为上班的时候偷偷看，因为我懂这个是你的钱，你一定会有一点放不下。可是假如 let's say 你在看的时候它跌了，是不是影响心情？影响你的心情，假如影响到你的工作，这样就更不好嘛，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讲，你虽然不用花时间在投资股票上面，可是你一定要花时间在做功课、做研究上面。如果你不做好研究、不做好功课就去投资那么我只能祝你好运了，因为你根本不是在投资，你是在赌博。所以你要这样研究可以看报纸、看书、上网找人家写的东西也好。如果真的没有时间，那么我推荐你一个最好办法，就是1个礼拜看1次 Stock Dragon 的影片就好。因为 Stock Dragon 会在每个拜五晚上9点准时上传一支最新的影片，那个影片呢是一定不会超过20分钟的，还可以让你学习到完整的知识。1个星期才不到20分钟，不好咩？所以要学嘛，要学现在就按一下那个 subscribe 按钮，这样我相信在不久之后你就会成为投资大师了。其实呢，如果这种一直盯着电脑荧幕看的人呢，他的心态是很容易了解的。就是我们下一种迷思，就是他们想要今天投资，明天就赚钱。我哪里有这样好的事情你又不是在玩 money game。如果你有这种想要赚快钱的心态，代表你又是在赌博了。
其实投资股票呢，基本上可以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而这个短期也不是指1天2天，或者是1个月2个月，而是指可能1年到2年的一种投资。所以这边有一个劝告，就是假如你要来投资这笔钱，是不能不去用到它太久的，这样我就建议你不要拿来投资。因为假如你投资下去了，可能你还没有等到赚钱的时候，你就被逼要把这笔钱拿出去了。然后记住啊，这个投资股票呢，跟在养宠物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这个宠物呢，就是你的钱，它跟任何的宠物一样，它都需要时间成长的。如果你在那边很心急，一下子买，一下子卖，一下子买，一下子卖，这样想要赚快钱这样，那么它一定长不大的。所以要耐心一点，这个钱放下去就是放下去了，做好你的计划，看你要投资短期、中期、长期，放下去不看它，等到你想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再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钱滚钱，你的这个宠物，你的钱已经涨到很大了。好，接下来这个迷思就更厉害了，我都不懂得怎样讲，就是他们认为投资股票呢是不会亏本的。哎，我很想给这群人拍手。因为他们是这样想，假如今天呢我拿1000块去投资了 A 公司，然后 A 公司的股票掉，然后我们就想说话，只要我不要把这个股票卖掉，我就没有亏钱嘛，对不对？好，我先讲这句话，基本字面上来看是没有错，因为我也讲过这样的话，在我影片里面我也讲过这样的话，对，你是没有亏钱，没有错，可是你却亏损了其他的东西。OK， 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假如你从投资的这个 A 公司它的股票从2块钱一张跌到1块钱一张，然后你就这种心态买讲不用紧，我就不要卖啊，我等它起回我再卖就可以了。可是你没有发现到其实这个时候B 公司的股票一直在成长着，然后你又这样抱着那个 A 公司的股票不要放，导致你们有一笔钱去投资这个 B 公司。所以你这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钱，而是一种叫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假如那时你舍得把这个 A 公司的股票放掉，你亏一点不用紧，你拿来买 B 公司，然后到最后算下来其实你是会赚钱的。所以这里我想要讲的是，有时亏损不一定是指金钱上的亏损，而且金钱上的亏损往往都是可以弥补的，只有金钱以外的亏损才是最大的亏损。好，接着上一个迷思，我们就来思考为什么这些人会死死抱着那个已经跌价的股票不要放手难道只是因为不想亏钱？不一定，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们相信这个股票跌了就一定会上回去的，然后同时他们也相信一直在上的股票一定会跌的。首先我真的不懂是谁讲出这种歪论来的。股市是一定有起起落落，这是没有错，我们只能通过各种的指标来判断它到底是会起还是会落，会不会赚钱这样。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讲定一只股票起了一定跌，跌了一定起。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在心理学上我们可以称之为赌徒谬论。什么是赌徒谬论呢？简单讲个例子，就是假如你现在丢硬币，已经连续3次都是正面了，然后你就会想哪里可能连续4次咯，对不对？所以你又再丢多一次，那你知道第4次还是正面，因为其实不管你丢到第几次，它出现正面的那个几率都跟在第1次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都是50%。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就叫做赌徒谬论。然后运用在股市里假如一只股票已经连续涨了3个星期，然后你看了你就不敢买，因为你会觉得那可能一直起了一定会跌嘛，然后它就真的是继续起然后反而你看到有一只跌股票，你就讲已经跌了很久了，不可能再跌下去，一定起了。而且如果它本来股价是很高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这样想，所以讲还要起还要起，我先买下来先，趁它低的时候买，到时候它起回来就可以低买高卖就赚钱了嘛，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就算这样，那股票没有如你所愿，它就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最后公司倒闭，你投下去的钱也就这样飞走了。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股票的迷思，那就是投资股票是很复杂的。我想说这个是对的。假如你没有放心思进去研究的话，
难道你就认为那些成功的投资人都是随便把钱要丢进去，然后就发财了啊？难道我们的股神巴菲特没有花费时间在研究股票上面咩？不要把你的懒惰当成借口啦！报纸经济版，书店里面有各种的书籍，网络上什么资料都有。你一天呢，不用花超过半个小时，我相信在1个月里面哦，绝对能了解股票很多了的。OK 啦，这样讲，假如你一天呢不能抽出30分钟，那你1个礼拜抽出20分钟，这样可以吗？Stock Dragon 呢会在每个星期五都上传最新的影片，里面呢都是满满的关于投资股票的精华。每个礼拜只要花1支影片的时间，你就能往投资股票大师迈进一大步。还等什么？现在就按下那个订阅按钮啦，财富自由就会离你更近一步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为你们带来的8个投资股票的迷思。讲了这样多呢，我再来做一个总结。最重要的是，投资股票一定要做好功课，做好研究。因为投资股票不是赌博来的，不要抱着赌博的心态想要赚快钱。投资呢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长期的投资，只要时间够长，钱滚钱，财富自由一定离你越来越近。好的，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为止，下期影片就会是如何购买股票了。放心，这次一定会试啊，不会再放飞机了。如果不想错过的朋友们呢，欢迎订阅 Stock Dragon 并开启小铃铛。谢谢你们的观看，如果觉得这一期影片还不错的话，欢迎按赞并把它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要我做的主题或者是问题或者是意见，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股票。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拜拜。